美军用战机发射导弹击落了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后，连日来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水域持续搜索飞艇残骸。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这起被美国媒体和政客鼓噪起来的中国间谍气球闹剧，美国总统拜登宣称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白宫方面主动降低调门，释放什么信号？美国东部时间周二晚将发表中期选举后首次国情咨文的拜登，又将面临来自国会的哪些挑战？来看报道。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有关中国无人飞艇残骸的打捞情况。由于气球约有60米高，相当于一架支线飞机那么大，因此在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海滩外海锁定16公里乘16公里的安全作业区，并将中心坠落区域锁定于1.5公里乘1.5公里的海域，平均水深15米。目前，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派出多艘舰只，海洋探测船探路者号已经到位。由于前几天海况不佳，无法进行水下作业，美军当地时间6号上午10点开始派出硬核充气船到中心海域，用水下声呐进行定位。联邦调查局也介入一起工作。五角大楼方面透露，已经收集了大部分碎片，落在核心海域的是飞艇上面的结构。针对美方声称没有计划将碎片归还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个飞艇不是美国的，是中国的，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我想强调的是，首先中国的这个无人飞艇是民用性质，完全是因为不可抗力误入了美国的领空。这是个意外事件，没有对美方的人员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一类的事件，美方本来应当以冷静、专业、非武力的方式妥善处理，但是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是反应过度。尽管美方宣称要回收尽可能多的飞艇部件，并送往情报机构进行研究，但路透社注意到，拜登政府和军方高层在表态中均开始淡化无人飞艇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北美防空司令和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范赫克6号承认，被击落的中国气球在接近阿拉斯加时，他评估这个气球并没有对北美造成实际的军事威胁，也没有显示敌对行为或敌对意图，因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早有多名气象专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气球不可能是中国出于侦测目的的放飞。但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些言论鲜少被美国主流媒体转载，直到气球被美军击落之后，美国最大的非商业公共教育类广播集团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才引用美国气象学家丹·萨特菲尔德的话指出，间谍气球的说法站不住脚。萨特菲尔德是美国马里兰州索尔兹伯里的首席气象专家，此前基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流流动模型，对飞入美国的中国无人飞艇进行了运动轨迹测算，显示它确实是随着大气环流从中国中西部地区一路飘入美国。萨特菲尔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这么远的距离，中国除了能够简单控制气球的飞行高度，其余什么也做不了，更不可能瞄准5000公里外的目标。因此，他判断用这颗气球搞侦察是行不通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也开始给所谓中国间谍气球的论调降温。知名主播扎卡里亚连续2天在节目上表示，美方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气球时，反应极其不理智。These kind of small crises can escalate out of control in a frankly very dangerous way. If we step back and ask ourselves, what was this crisis? How unprecedented was it to have this event? We now know that there have been balloons like these 3 during the Trump presidency. Nobody ever thought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So there seems something a little bit irrational about suddenly having this kind of paranoid attack about one balloon that we happen to see. 扎克里亚建议美国政府不应因这样的偶发性事件搞僵了与中国的关系。 There are a lot of urgent issu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deal with China on. You know, as I say, we're in a new world.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have an adul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在针对气球事件的最新回应中，美国总统拜登表态称，尽管他一直认为需要尽快在适当的时候将气球击落，但他觉得此事不会削弱美中关系。No, we've made it clear to China what we're going to do, and there's not a question of weakening or strengthening it.
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将保持冷静处理对华关系，但对于中美是否要在去年11月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关系，他却将球踢向中国。It's up to China to see how they want to see this relationship moving forward. 拜登政府试图对气球事件降低调门，然而一向充当反华急先锋角色的美国国会却仍借题发挥，继续向拜登政府施压。共和党人连日来持续抨击拜登对气球事件处理不当，认为他对中国示弱，并试图隐瞒领空遭入侵。美媒披露，参议院定于15号听取五角大楼有关气球事件的机密汇报，或将要求查明气球搭载的设备是否使用美国或其盟国的技术。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美国国会的目的是借此推进涉华消极法案，进一步对中国实施敏感技术出口管制。一开始可能白宫并不想把这事情把它曝光或者炒作起来，但是我们看到国会一些反华议员的这种不断的炒作，对拜登设置更多的掣肘，令中美关系的改善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点我觉得肯定是从战略上，会形成这种压力，那么会顺势传导到比如说经济、贸易、科技、军事、安全、政治几乎所有领域里面。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未来会在比如包括科技战领域。以及其他也贸易摩擦呀等等等各方面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将于当地时间7号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美媒预计，届时他将承受巨大压力，因为这是共和党人重掌众议院以来拜登发表的首个国情咨文。按照惯例，每年年初，现任美国总统都要在国会做年度报告，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国情咨文已经变成总统驾驭与国会关系的一个基本手段和发挥国家领导作用的有力方式。特别是电视直播的出现，使国情咨文从空洞的政策演说演变成一项重大的游说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愈发撕裂，国情咨文的发表现场成了两党政客表演的舞台。其中的名场面发生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在共和党人的掌声与喝彩之中，坐在他身后的众院议长佩洛西站起来，一脸不屑地将国情咨文的文稿一张张撕碎。拜登上任后，于去年发表首次国情咨文，当时站在他身后的是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哈里斯与佩洛西。同为民主党的佩洛西一改态度，全程面带微笑。而这一次，由于众议院议长易主，拜登身后的位置换成了共和党人麦卡锡。美媒对于两人届时的互动给予高度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为避免出现尴尬场面，拜登早在几周前就开始了国情咨文的准备工作。他的几位助手还透露，拜登要求演讲稿中的句子都要写清楚，尤其是不要有首字母缩写，并且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说明他的立法成就。拜登为了克服口吃的毛病，将演讲稿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根据多家美媒从白宫获得的新闻线索，拜登此次国情咨文演说将聚焦他面临的5大挑战，包括债务上限僵局、经济衰退担忧、警戒和枪支暴力改革、中俄挑战以及机密文件争议等。预计他将就这些问题提出因应对策。共和党人日前在这些议题上持续向拜登政府施压，比如美国舆论高度关注的债务上限问题，两党仍未达成共识。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在上月19号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即刻采取非常规措施以避免政府债务违约。财长耶伦曾多次致信国会，警告称，如果不尽快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的债务违约将可能导致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可能造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拜登和麦卡锡曾于本月1号在白宫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谈，但两人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麦卡锡6号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号召拜登与共和党人进行谈判，力求双方在削减联邦预算方面达成一致后，再提高债务上限。
内政应对不力，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也备受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日前在吹风会上透露，拜登预计将在演说中重点提及中俄挑战。不过，《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美关系紧张之际，部分共和党人反对加码对乌军援，扬言要对华摆出更强硬姿态，都会考验拜登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布局。共和党势必会利用众议院这个控制的这个权力平台唱反调，一切都反着来，不问对错，只论党派的这种利益，从而也是会促使或者迫使拜登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这个战略层面上来说的话，是更加的谨小慎微，更加的可以说是小心翼翼，也很难再取得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在战术上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共和党肯定会利用台湾问题也好，新疆。什么人权呐，包括香港啊、南海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上，去对拜登政府进行发难，也推动拜登政府向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方向呢去不断的这个前进。2月6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落实两国领导人印尼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妥善处理彼此重点经贸关切。规划发展中澳经贸下阶段关系等，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的交流。王文涛还邀请法瑞尔在合适的时间访华，法瑞尔表示期待面对面交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和新西兰新任总理希普金斯共见记者时表示，对富有成效的视频会议感到满意。王文涛在会谈中表示，中澳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正面临重要窗口期，双方应共同努力，为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王文涛强调，此次会谈是我们共同推动中澳经贸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一步。同时，王文涛也指出，中方愿与澳方重启经贸交流机制，拓展在气变、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空间，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高质量发展。法瑞尔表示，澳中经济高度互补，中国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国。贸易和投资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澳方欢迎包括来自中国在内各国的高质量投资，并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拓展气变、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澳中两国均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澳方愿与中方一道，通过坦诚对话增进互信，化解分歧，造福两国人民。对此次视频会谈，法瑞尔积极评价称，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国贸易部长之间的首次视频会谈，代表澳中关系稳定的又一个重要步骤。他还在会后表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华，与王文涛面对面交流。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当天就以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富有成效为题进行报道，重点提及双方同意加强各层级对话，作为及时和全面恢复贸易的途径。路透社评论说，此次视频会谈是澳中两国关系正在缓和的最新迹象。在过去的疫情3年中，那中澳经济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摆在两国面前的这种经贸关系的这种修复的任务是很重的。所以有必要从高层高级的这个层面上展开对话，特别是需要将来需要面对面的去谈，重归正轨，这是非常重要的。部长会谈结束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和新西兰新任总理希普金斯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对中澳富有成效的视频会议感到满意。阿尔巴尼斯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很清晰，我们将在能够合作的领域尽力合作，在必要时坚持不同意见，并致力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And I'm very pleased that yesterday the Trade Minister, Don Farrell, had a very productive meeting with his counterpart from China. China is an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for Australia. The trade to China is more than the trade figures value than the next 3 highest trading partners combined. So it's in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to have good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o trade with China.
去年11月，中澳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举行积极和建设性会晤，随后中澳双边关系出现改善迹象。同年12月底，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访华，这也是4年来澳外长首次访问中国。双方举行了第6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并发表了成果丰富的联合声明。近日，黄英贤也回应了美方炒作的无人飞艇事件，呼吁中美双方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争端，避免事态激化。本月初，黄英贤在访问英国时重申了中澳关系改善的必然性。他说，澳方此前没有认真倾听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的意见，应当尊重这些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选择权，不会强迫他们在中美较量中站队。他还呼吁，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出一份力，防止亚太地区发生的战争。有分析指，黄英贤系列表态都说明澳方对中澳关系改善，特别是正在推进的中澳经贸交流及法瑞尔访华极为重视，不希望中美之间的风波殃及中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2晚将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您估计他会怎么说中国？他声称气球事件不会影响美中关系，您对此又怎么看呢？主持人好，拜登呢在新一届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对他很重要，对美国民众也很重要。对他而言呢，国情咨文将展现他领导的美国取得的成就，进而描绘国家未来的愿景，往往呢被视为是他竞选连任的政纲草案。而对于民众来说呢，国情咨文要反映民众最关心的议题，因此呢，国内经济和社会议题占大头。据说呀，拜登的国情咨文原计划呢，主要讲国内经济，包括呢，美国的失业率处于53年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这个汽油价格大幅下降，通胀得到一定缓解。这个拜登主导的1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法案呢，也开始发挥效力。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已经从新冠疫情的阴影中走出来，以及呢目前热门的提高美国债务天花板的问题。那么在外交方面呢，他可能会讲到俄乌军事冲突及美国的立场，也会老生常谈的讲中美竞争。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美国的过度反应，击落中国因不可抗力失控闯入美国领空的民用飞艇。因此呢，他在国情咨文中可能加强中国话题，花更多的篇幅讲美国对华政策，会加强对华强硬立场。他可能呢会从4方面来讲对华政策：一呢是美国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竞争，为芯片禁令、印太经济框架等扰乱国际经贸规则的政策辩护；二是对台湾问题呢予以关注，仍然会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呢反对中国大陆动武；三呢是强化印太战略，确保美国与日本、菲律宾等盟国在印太安全上掌控主动；四是寻求中国不要在军事上所谓支持俄罗斯，这个希望中国呢在结束俄乌军事冲突上发挥作用。他呢也会提到气球问题，但是呢会说呢不会削弱这个中美关系，今后呢应当更加好的管控危机。那么鉴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比较浓，那么在他发布国情咨文期间呢，会不会出现意外？比如说呢，前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此前就撕碎了特朗普国情咨文那样的戏剧性场面，也是不能够排除的。那么这样的事发生呢，有很强的抢镜效应，会降低总统和国情咨文的重要性，转移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中澳两国商业部长举行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会谈，那这是否意味着双边关系正在转向？中方会解除部分对澳产品进口禁令吗？中澳呢确实存在一个改善关系的窗口期。那么从去年澳大利亚工党上台执政以后，阿尔巴尼斯政府呢改变前任的意识形态狂热，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去年习近平主席与阿尔巴尼斯呢在巴厘岛举行了会谈以后，这个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前进呢定了调。之后呢，就由澳外长访华，以及这一次的这个中澳两国商务部长和贸易部长视频会谈等外交活动。对于刚刚发生的中美气球事件呢，澳大利亚外长的表态也比较中立，试图劝和，提出呢用外交渠道解决争端，避免事态进一步激化。那么从经济领域看呢，中澳关系是在改善。一批澳大利亚煤炭呢即将运抵中国港口，表明
重要的贸易活动有改善迹象，但是呢，在安全和人权等领域，双方改善的迹象还不明显。澳大利亚呢，仍被美国战略牵着鼻子走。那即便在经贸领域重要关系的改善呢，也才刚刚开始，但是呢，势头很不错，有可能恢复到从前。但是呢，还需要双方的进一步努力。今天呢，澳大利亚总理和新西兰新任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呢都表示注重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澳总理呢更是强调，中澳两国贸易额比澳大利亚与其他3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加起来还要多。那么新西兰呢，也是中国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新西兰呢，超过1/4的出口产品卖给了中国。所以说呀，这个中国与澳新两国改善关系、恢复和扩大经贸联系，可能呢会成为今年耀眼的外交亮点。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于2月8号至17号率团来大陆访问，出席有关两岸交流活动并参访。国台办对此表示欢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行目的是透过面对面交流对话，反映和沟通当前攸关两岸民生福祉的迫切议题，为后续两岸民间解决相关问题营造良好的氛围，以期打开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崭新局面。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6号表示，我们欢迎夏立言副主席率团来访，愿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与中国国民党交往，巩固增进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中国国民党方面宣布，夏立言此次将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拜访，将在北京停留，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国民党表示，此行3个重点主要是延续去年8月关怀聆听之行成果，关心在陆的台湾民众，反映基层民意，以及和大陆涉台人士交流。此行目的是透过面对面交流对话，反映和沟通当前攸关两岸民生福祉的迫切议题，为后续两岸民间解决相关问题营造良好的氛围，以期打开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崭新局面。6号，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澎湖县党部新春团拜时说，两岸交流对话一定要持续进行，国民党会秉持负责态度，帮台湾农渔民台生及台商沟通，解决两岸问题。台媒报道称，夏立言此团随行人员包括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国民党智库相关负责人等。将随行的国民党智库资深顾问赵春山日前在岛内节目中就提到，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跟台商接触，转达他们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两岸相互沟通立场。因为国民党他其实对很多大陆政策你也知道嘛，过去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把对方立场这个带回来。我记得那个宋涛啊，他的这个新年寄语啊文章里面，他还是用那个字啊。还是用合作、发展、交流，它多了一个和平呢。多了一个和平。我觉得这4项都是我们要的。我们要交流，我们要合作，我们要发展，我们更要和平。消息一出，有绿营人士立马站出来抹红，称国民党一再派员去跟大陆接触就是被统战。但是岛内舆论指出，由于民进党没有与大陆的沟通渠道，在此前提下，更应该欢迎蓝营再次派人出访，这符合两岸政治社会对和平的期待。因为夏立言副主席这一次去，的确是为了解决民生经济问题，了解台商的困境。那民进党一向就是自己做不到的，就见不得别人好。想想当初2014那个时候，陈菊也曾经登陆啊，有很多民进党历来的高官不也曾经去大陆去想要解决相关的问题吗？我是奉劝执政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官员啊，应该优先考虑怎么样帮老百姓解决问题，不要一直执着在攻击这个在野党身上，攻击在野党不会让你增加选票，只会显现出你的无能啊。去年8月，夏立言就曾访问大陆，走访了厦门、上海、昆山等地。时隔半年，夏立言再度访问大陆，两岸气氛已然出现了变化。当时佩洛西窜台刚刚结束，导致整个台海地区风高浪急，甚至一度出现惊涛骇浪的情势。而现在这一次夏立言访问大陆，
两岸的氛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岛内对于推动两岸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动荡，要过好日子不要过苦日子，这是岛内最大的主流民意。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也顺应民意，积极的和大陆互动，因而这一次的发展，它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平这样一个基调。有绿媒称，夏立言前往大陆可能会惹美国生气。对此，赵春山说，台湾的利益不能绑定美国的利益。所以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当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更要跟这个对手、跟对岸来对话。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做的，是不是？但是越不好，我们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你就等着挨宰了。香港中评社分析认为，夏立言过去曾担任过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一职，必须向陆委会申报赴陆函件。但去年8月访陆前，消息先行曝光，且更是由绿媒以负面角度披露。但此次国民党为免再度被转移焦点，直到6号早上要公布夏立言访陆消息前，才到陆委会送件，让陆委会有些措手不及。但这样的动作也就降低了此行的可能负面效应。由此可见，朱立伦和国民党非常重视这次的访陆行，希望能达到加分效果。而一系列举动让外界看得出，朱立伦正在为蓝营2024选举路线打基础、定框架。国民党此次派团访问大陆，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在大陆发展的广大台湾同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排除他有自己的政治考量，特别是他的选举考量。通过这一次访问大陆，那无疑可以进一步的凸显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反差。相关话题来连线澳门理工学院名誉教授邵宗海。邵先生您好。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于8号率团访问大陆，您如何评价国民党此次派团访陆的时机？对于访问成果有何期待呢？觉得是蛮重要一点，因为跟我们这个上一次就是这个夏立言到中国大陆去，基本上有点类似的。那么上一次是2022年的8月啊。那时候夏立言到北京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众院的议长啊佩洛西来到台湾，引起了两岸非常紧张的情势。那这一次我觉得夏立言去固然是说在促进两岸之间的更多的理解跟友善的往来的话，我想一个最普通一般都能够接受的，就是台湾派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到中国大陆去，那么对中国大陆来讲，一般来讲有助于两岸彼此更多的理解，这是一件正面的意义。但是如果就夏立言去访问这件事情来讲，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籍，那么这个2024年的选举可能即将来临，对中国大陆来讲，夏立言的来临能够了解到国民党可能在未来一旦赢取了2024年的选举的时候，可能他的大陆政策将是如何的推演，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了解得更加清楚。这次访问也是在去年岛内9合1选举，台湾民众用选票反对蔡英文当局抗中保台路线后，国民党高官首次登陆。岛内民意基础对于两岸交流，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在上一届这个台湾的地方选举，这个国民党几乎是赢得了绝大部分的这个选区，那么这也有助于中国大陆已经能够体会到2024年如果没有重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很可能国民党会重新的获得这个台湾的政权。所以夏立言过去，当然趁这个机会，中国大陆也希望能够了解，未来如果国民党重返这个重要的这种的层次的话，会不会他们的政策对中国大陆会继续的保持友善往来？我想，如果说是夏立言能够说可以奠定这个或者框架这个
国民党对中国大陆政策的话，我想这是稍微还需要有一点点的保留，因为这中间毕竟还有变数。不过我觉得说，如果说夏立言这次重新回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那么揣测国民党在未来的一些对大陆政策的这种的方向的话，我相信对大陆来讲，他能够了解到，一旦2024年国民党重新拿回政权的话，他可能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的期待可以非常务实的兑现。好的，谢谢邵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军事冲突将近1年，停火仍遥遥无期，给全球带来了战争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前称，当前俄乌冲突和平前景越来越渺茫，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意味着世界走向更广泛的战争。与此同时，美西方却通过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以及对俄制裁手段，加剧俄乌冲突的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6号在联合国大会上指，2023年紧急事项清单排在首位的就是俄乌冲突。他称，当前和平前景越来越渺茫，局势进一步升级，流血事件不断增加的可能性增加。古特雷斯警告，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可能意味着世界正走向一场更广泛的战争。世界正处于几十年来发生核战争的最高风险之中，这场战争可能因意外或蓄意引发。他敦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放弃这些不合情理的武器。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斌表示，乌克兰危机爆发近1年来，人道局势始终牵动人心，地面冲突没有缓和迹象，军事逻辑仍然占据上风，大量重型武器正在持续涌入战场。中方代表呼吁各方推动真正和平，早日停火止战。国际社会对冲突造成的人道代价感到痛惜，但有关方面一直缺乏劝和促谈的诚意和政治解决的决心。中方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真正为人民着想，真正为推动和平尽力，想方设法让冲突当事方早日恢复和谈，早日停火止战。戴斌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人道一边。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帮助所有深陷战火的民众早日重建和平。此前的1月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就公开表示，联合国主张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在乌克兰建立公正与和平，但当前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多款主战坦克与和平背道而驰。美西方国家的不断拱火，导致俄乌冲突结束遥遥无期。近期，西方国家持续加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乌克兰媒体2月6号报道，加拿大提供给乌克兰的首辆豹2坦克已经运抵乌克兰的邻国波兰，而德国政府发言人布赫纳同日表示，希望与其他欧盟国家合作，为乌克兰提供2个完整的主战坦克营。此外，乌克兰军事人员已抵达英国，准备接受 AS-90型自行火炮培训。今年1月，英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0门 AS-90型自行火炮和14辆英制挑战者2主战坦克。那随着这个美西方对乌的军援不断的升级，性质也发生了改变。重武援乌以后，那双方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乌东战场上的这种攻势是不会减弱的。那双方都有这个在战场上的继续战斗的政治意愿和军事潜力。美欧不断的军事援助招致欧洲内部的反对。匈牙利总理办公室的国务秘书乔鲍德莫特尔4号就表示，欧盟的决定是迈向军事冲突升级的一大步，只会加剧俄乌之间的冲突。同一天，曾于去年3月参与俄乌停火谈判的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公布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贝内特称他曾对俄乌达成停火很乐观，但是美国等国家却并不赞成停火。
ובאותו זמן חשבתי שהם שוגים. בזמן אמת חשבתי שנכון להגיע להפסקת אש. עכשיו, אני לא יודע להגיד שכרגע צריך להמשיך להכות בפוטין ולא להגיע. זאת אומרת, הגישה היותר תקיפה. אני אגיד לך משהו, אני לא יודע להגיד שהם שגו. 除了运送武器，欧盟酝酿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对俄罗斯新一轮的制裁将对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实施额外的价格上限。欧盟对俄罗斯海运石油产品的最新限价标准已于2月5号生效，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也采取同样限价措施。不过，欧盟的限价并未取得实效。贸易商和金融数据科技公司路福特的数据就显示，俄罗斯大部分的燃料油和减压瓦斯油已转而运往以亚洲为主的其他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另据彭博社的报道，印度购买了大量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并将其提炼成燃料，提供给美国和欧洲。根据大宗商品数据提供商科普勒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俄罗斯向印度出口超过80万吨燃料油，今年1月的出口量至少有50万吨。数据显示，上个月印度每天向纽约运送约8.9万桶汽油和柴油，是近4年来的最高水平。输往欧洲的低硫柴油量每日达到17.2万桶，但印度的行为并未受到太多反对。报道认为，原因是印度这一举动在帮助实现西方的目标，既能抑制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又能防止全球石油市场波动，冲击美西方能源的供应。还有分析认为，欧盟对俄罗斯石油产品最新制裁，但欧美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从印度和东亚地区购买燃料的可能。